纳指继续黄烛状态，并且突破了 0.809 的阻力位，美股会不会像4月份那样一涨不回头呢？美股8月份的第二个变盘点呢，在下周二，再加上周五已经是一个上涨结构期了。这一次的变盘点会是一个高点的变盘，还是一个加速变盘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美股跌得快，涨的时候呢更加的快，纳指呢已经转为了多方带，美股会给大家2次进场的机会吗？英伟达如期突破了我们讲过的 0.618 的阻力位，属于强势的反弹。那么强势反弹会创历史新高吗？闪迪也是再次跌到了砸盘阴线当中低点的位置，这里能否加仓呢？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9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当中，周二的话呢是第2个变盘点，那么这个变盘点会是一个高点还是一个低点？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第2个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也是一些学员希望 Josie 跟大家去讲到的。一个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 AMD、美光、闪迪、甲骨文、RKLB、谷歌、英特尔以及呢 CRCL 就是 Circle。这个股票的话呢，目前来讲可能会出现周线加上日线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先拿出来跟大家去讲一下。那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呢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老规矩，先看后看，股市长望。接着我们进到今天正式的内容。那第一个呢，给大家去看到的是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啊。那目前能看到的一个点，纳指在周五的时候已经转为了这一个多方带，也不会呢 Josie 呢在这一个底部就一直警告大家说，这一次的这一个底部呢跟前面都不一样，它很有可能会形成反转的这一个行情。那目前来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已经呢出现了这一个多方带，现在就看一下纳指在这里，它是会像4月份那样一直黄烛上去，一直呢涨上去的，还是说呢它可以有一个先回调之后再一次上去？个人的这一个观点的话呢，会更希望它可以先干嘛？先跌完之后呢再上去，那么行情呢会更加的强势，这是第一个点。那第2个点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在7月31号的时候，对于这一波行情，我们就跟大家去讲过怎么样去判断它的反转的。当时跟大家去讲，这个位置呢，它当时是可能会大涨，但是呢，它不一定能反转，它除非能看到一根呢大阳线，把这一个7月23号的这一个缺口给进行一个回补了，不然的话呢，都当反弹去对待。我们当时在讲的时候呢，是在这一天，周一的这一个开盘之前给大家去讲。它除非能看到呢，这里收了一个阳线，把这一个位置呢给补上，不然的话呢，这里的话只能当它是一波反弹的这种行情，而不能当反转。但是讲完之后呢，它这里来了一个阳线，给它回补了，形成了我们讲到的这一个反转的这个行情。当然要注意，它要反转，不是说呢我在这里就可以随意的去追高，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它由下跌趋势转为上涨趋势的时候，70-80%的这种概率，它都要有一个回踩的这一个动作。就像有人问 Josie 这一个位置100%能确定它就是这一个反转的行情吗？我不敢这么跟大家去讲。但是我能做到的一个点就是，它在这里要反转的概率比这一些股票它要反转的概率都要大。所以的话呢，它在这一个位置回踩，假设它能在多方带的位置收到一些止跌的这一种形态的，那么就是一个机会。那相反，如果它在这一个位置并没有黄烛消失收阴线的，那就说明它没有涨完。没有涨完的话呢，那我们就继续的拿着。所以对于纳指现在呢的一个操作策略，短期的话呢要看止盈，长期来看的话呢，应该要看一下什么时候可以低吸进场。这个是整一个纳指的这个走势。第2个，我们能看到现在它是处于一个超买的状态当中，能超买多久我也不确定。因为你看像4月份它在那里超买了差不多有1个月的时间，它才干嘛？该跌不跌要大涨的，它没有直接确认，没有像这个高点一样直接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它是一路呢涨上去之后收阳线给它突破，形成了一个该跌不跌要大涨的这种形态的。所以如果说你还有纳指在里边的，那么你操作的策略就是看一下它在这里
什么时候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了，那么这个位置就会形成一个高点，短期呢我们就先获利了结。回来了之后，能在多方带的位置或者缺口的位置受到支撑，出现止跌形态的，那么这里就是我们要去反转的一个阶段，我就可以考虑呢在这里仓位比较重的，把刚才的那一些仓位呢给接回来。好吧，这是讲到的黄烛的信号。那第二个，从时间的周期去看，我们能看到的一个点，在这一个月初跟大家去讲过啊，美股当中的几个变盘点，一个的话呢是在3号是在这个位置，当时跟大家讲过，它是一个加速的一个变盘。那么第二个变盘点的话呢，就在下周二，也就是11号的时间，以及呢在周五14号的这一天。这两个呢是美股比较容易呢会发生变盘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11号的这一次的一个变盘，11号是在下周二，那我们能看到从上涨结构上去看，目前是一个上涨结构7。如果说呢这一个周一它是一个上涨结构8，周二是一个结构9的一个情况，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啊，就上涨结构上去看。9号 K 线本身就是一个呢高低点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再加上呢时间周期也是在这一天去变盘，所以周二的这一天一定要给我牢牢关注了。假设它在这里走出来了是一根9号 K 线，以它的一个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画完之后看一下它是收阳线给进行一个突破的，那么大概率来讲这个位置还是一个呢加速的这种变盘，它会走到呢14号的这一天形成这一种高点，因为不可能连续3个呢变盘周期全部都是加速的一个变盘。如果周二没有形成高点的，那大概率来讲周五它就会形成高点。那相反，我们看到呢在周二走出来这一根9号 K 线，它收到的是一个阴线给跌破的，那就意味着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呢高点的这样的一个变盘，它是一个高位9，那么它就要有往下去回踩的一个需要。回踩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大概率来讲在周五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位置能不能形成一个低点的一个变盘。所以结合这一个时间周期去看的话呢，下周一个在周二，一个在周五，2天之间有一天呢它会形成这种反转，先涨后跌的，那么它的这一个高点的这一个变盘是在周二，它是干嘛？先跌后涨的，那么呢它的这一个高点的变盘它就很有可能是在周五。所以相较来讲啊，下周2个关键的这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是在周二，一个呢是在周五啊，一路给我涨到这一个周五的，那么周五它就会形成一个高点的一个变盘，它是在周二的时候先选择干嘛？向下去调整，那么周五的时候很大的概率它就是我们要找到的这一个反转当中的第一次进场的这个时机，那我们就把握好了。这是第一个，我们结合呢时间周期去看。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结合空间上去看的话，目前一些关键的一个主力位，第一个关键的这一个主力位的话呢，是在 0.809 的这一个价格， 26,662.12 的这个位置啊，从底部起来一直给大家去讲啊，没想到呢在周五的时候终于收了一个阳线，给它突破了，但是突破不代表呢能企稳。一般来讲给大家讲过怎么样去确认它是一个真的突破还是一个假突破，那么有2种判断方式，一种的话呢它叫33原则，也就是说呢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收于这一个主力之上之后呢，连续3天没有重新给它跌下来的，并且在上面可以维持有3% 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在里面，那么这种叫33原则。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收了一个阳线之后，第2天再来一个中大阳线啊，而且记住这根阳线最好的话呢，它对于指数来讲，它至少要有一个多点以上的这样的阳线才会相对的比较不错。如果是个股的话，一般是要求有3% 以上，再来一根中大阳线，那么去确认了突破有效的话，那基本上呢美股它就要去创 27,190.21 的这一个历史新高了啊，所以可以关注一下这2个主力。假设说你看到它周一它就先跌下来，收一个阴线把它给跌破的情况下，那么想要获利了结的这一个学员，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回来了之后呢再把它给接回来就好了。这个呢是讲到的关于纳指，然后大家记一下下周的2个关键变盘。那接着再给大家去看的话呢，来看一下就是纳指的这一个周线，因为我在上周的时候反复跟大家强调的一个点就是呢，它在这一个周线上已经拦足消失收阳线，而且这一根阳线还是一个单针探底的一个形态，它在这一个位置能不能反转我不确定啊，万一它在日线上啊咔咔的大阴线往下跌怎么办？
啊，这个呢谁都说不准，但是我们能确定的一个点，一旦周线出现机会，一般来讲最少都会有2周以上。你看一下呢，从去年的4月份到现在，总共出现过3次啊。前面2次出现完之后，纳指的涨幅都是相较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呢也是一样啊，它这里能不能形成这样的大涨，我不确定。但只要呢它在这一个周线上形成这一个机会的，那我们心里边有预期啊，最少它会走来的是一波2周以上的这样的行情。所以周线上呢也要跟大家去讲一下。既是一个蓝烛消失收阳线确认的一个信号，又是一个当针探底，所以周线上的话呢，美股它是具备这一个机会的。我们看一下，从现在往上去看，周线上唯一的一个阻力就是前期高点27190.21的这一个价格，这个价格能突破的情况下，那么纳指呢，它还会继续打开上涨空间，就像前期这里一样，不是说突破了之后它就没有了，突破了它还能打开上涨空间，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纳指，接着再给大家去看的话呢，是纳指跟这一个标普500，因为能看到啊，标普500的话呢，它是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好久了，已经创了差不多有将近1周的这一个时间，纳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创它的一个前期的这一个高点，所以要注意一下啊。我是比较希望呢，纳指可以干嘛？先突破它的前期高点，再跌下来，我觉得会更加好一点。但是它没能突破，先跌下来再去冲刺的，那么也行。但是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2个指数目前来讲的话呢，稍微来说还是有一点顶部的这种背离在里边的，所以要看一下啊，这一个纳指下周的时候能不能把它给突破。能把它给突破的，那么就会形成道指、标普500以及纳指齐齐创新高，那就说明了市场当中的多方它是没有问题的，那它很有可能就会打开这种上涨空间。当然如果说纳指呢没有创这一个新高，它就先跌下来了啊，那么它在这一个飘带就不一定能撑得住，所以我是个人更希望它可以先去创一下新高之后再回来休整一下，然后接下来呢再继续上涨的。好吧，那这个就稍微给大家去讲一下，因为标普500的走势跟纳指可以说是比较类似的啊，都是一个上涨结构期，然后也是一个黄烛状态，要么呢高位就离场，要么呢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离场，2个都没出现的，那我就继续的拿着就好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去看的一个指数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话呢，很庆幸的一个点，它已经突破了我们讲到的0.382的这一个价格，这里呢是稍微来讲我比较开心的一个点啊，因为我从8月5号的这一天的时候，在开盘之前我就一直跟大家去讲。当时呢，这一个费城半导体在这里呢是收了一个阳线跳空，突破了0.382的位置。它前面这一波上去的时候，这一个位置它是没有突破0.382，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讲，这一轮当中它最好是把0.382的价格给突破了，那么就说明了，起码人家不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反弹，它还算是相对来讲比较强势的啊。那么如果它能突破的，那你给我抬高它的这一个阻力呢到0.382的一个位置。不过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它已经触及到空方带了啊，继续阳线你要拿着，收到3日顶分型的或者阴包阳的，那你就要先止盈离场。有学员告诉我的一个点就是，他在这一个周四收到的这一个位置，它不是一个3日顶分型吗？但是你要注意，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到的。买阳不买阴，卖阴不卖阳，也就是说呢，它走一个3日顶分型之后，这根3号 K 线如果是一个阳线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它不一定呢需要去卖掉啊。当然你说我在这一天收阴线的这一天去卖好不好？我觉得没有问题。你说我在这一天卖掉了，然后现在呢等它转为多方带之后再接回来有没有问题？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没办法在这一天阴线去卖的时候，你就不要卖在3号 K 线的位置，因为3号 K 线它是一个阳线，虽然是一个顶分型，但它的收盘价收于这一根阴线的高点之上的，你能卖在阴线高点那没有问题，没有的话你就不要卖在这一个3日顶分型阳线的位置，你可以再来呢一根阴线，比如说再来一根阴线给确实跌破的，那我离场。没有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重新收回去。但看到的一个点，在周五的时候，它终究呢还是收了一个阳线，给它收上去了，并且站稳在0.382的这一个价格之上，还是稍微来讲比较开心的啊。但要注意，它现在已经是出现了一个黄烛超买的状态。继续的黄烛，继续的拿着，
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情况下，那我建议大家在这里呢，就该离场的学员就一定要离场了。等它呢转为多方带之后，能在这一个多方带的位置出现止跌形态的，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当中再把它给接回来。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的，那我们就再等等啊，说明它有可能会反转失败的啊。但是根据它的这一个周线上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在这一个位置要形成反转行情，应该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啊。等一下给大家去看一下。那么如果说我在这个位置当中我是没有黄烛的这种信号的，那我怎么办呢？我看不了的话，我该怎么样及时的去获利了结？那在这里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根据呢这一个价格去进行获利了结。我们讲到的这一个 0.382 没突破之前，它是阻力，突破了它就会形成支撑。那么它的这一个价格在 12053.6 的这一个位置，你可以把它作为你的止盈的这一个价格。收到实打实阴线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我可以考虑在这一个位置止盈离场。没有收到这样的阴线给它跌破的，那就说明它没有问题，它还得继续的往上去涨，那我就拿着。然后往上去看的话呢，第一个关键的阻力位在 0.5 的价格，大概来讲 12550.36 的这一个价格，它能收到阳线突破的，那我们就继续的抬高目标到13000点之后了啊，打到了这里之后，到时候呢再跟大家去讲。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周线，我觉得周线上去讲的话呢，上周我就提醒过大家，它已经出现了机构低吸的这一个信号，本周特别强势的一根大阳线，不仅呢把它给拦住消失，收阳线突破，它还是一个阳包阴的形态，可以说呢多方是特别的强势的。上一次出现的时候啊，大家能看到啊，这一轮上一次出现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它有涨得多么的强啊，你说它在这里它就能像这一轮一样涨这么强吗？我不确定啊，但是我们能确定的一个点，如果说这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它在周线上没有反过来跌破的情况下，那意味着呢它的这一个周线上它现在是已经有机会在等着大家的。所以对于费城半导体的周线，我觉得大家呢设置好防守位，你可以以这一根阳线1/2的位置，大概来讲 11674.03 的这个价格作为一个防守位，万一后边它再收一个阴线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就说明了它在这一个位置买点失败，该止损的就止损，该止盈的呢也得止盈。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动作的，那我们期待一下它能不能像前期这一波一样，给大家呢有一波这么强的一个惊喜，好不好？那这个呢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部分。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话呢，记得帮 Josie 呢点赞跟订阅。接着我们来看一些呢个股的一个情况。个股的情况，首先来看的话呢是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呢，真的就是总感觉呢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最近当中你说它要涨吗？也涨，但是涨得好吗？我觉得一般般。因为你看一下，就是大盘都已经转为多方带的情况下，目前来讲呢，特斯拉它的这一个空方带还这么的强，它连这一天财报这一天放出来的这一个大量的这一个阴线的一个高点，到现在都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所以特斯拉在这里的话呢，其实你只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反弹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有特斯拉的小伙伴，注意一下，它在周五的时候触及到这一个空方带的位置，并且出现了黄烛短期超买的动作在里面了。虽然说还没有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但是既然呢已经出现了这一个黄烛的这一个信号，就要注意一下了啊。它接下来可以继续收这一个黄烛的，那你可以继续的拿着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或者在这个位置收到一个呢比较明确的3日顶分型的情况下，那我建议大家该止盈的学员呢就得止盈了。所以有这一个特斯拉小伙伴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短期超买的状态，一旦确认我们该跑就跑了。没有收到这样确认信息的，那你就可以拿着看一下呢这一个大阴线的一个高点的位置342块1毛1，这一天呢跳空大跌，并且的话呢放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这里它一定会有主力的这一个作用啊。很多的这一个学员都想着就干嘛，回到它的这一个价格之后呢赶紧给它抛掉，所以会产生特别大的这一个抛压。看一下呢它这一个价格能不能给它突破，能突破的它才有可能会打开上涨空间到这个缺口1/2的位置。这个价格如果没能突破的情况下，那么基本上这一波反弹就已经差不多了，好吧？
这个呢讲到的特斯拉的日线，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就是特斯拉的周线。好消息的话呢，特斯拉的周线竟然机构低吸转为了做多啊，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消息了啊。日线上这一根大阴线的高点它能突破的，那基本上来讲它很有可能就会带动着周线产生这一个比较大的这一个空间。因为你能看到的一个点啊，就是周线目前上来看的话呢，从它的收盘价在往上的过程当中啊，在哪里有阻力呢？在这一个0.382的这一个位置，356块9毛8的位置它才有阻力。也就是说日线上呢它能突破呢这一个大阴线的这一个高点的，那么大概率来讲它会带动着呢这一个周线往356块9毛8的这一个阻力位去进行一个突破啊，打到了这里之后能继续的收阳线的，那么它就有可能呢会打开空间到0.5的一个价格。如果日线上都没能突破大阴线的高点的啊，那就不用想着说它的周线上会不会有机会了，因为阻力实在太大了啊，所以它得等一些特别大的一些利好啊，引动的这一些大批量的资金进场，它才有可能呢把前面的这一波下跌给修复掉，不然的这一个情况下，特斯拉在这里的话呢只能做反弹，好吧？那这个是讲到的特斯拉，接着再给大家呢去讲到的话呢就是英伟达。我觉得英伟达最开心的一个事情啊，无非是这一个底部的时候让大家进场，然后一直让大家拿住，并且我一直跟你们讲到的一个点0.618，它是属于呢黄金分割比例当中啊3个最重要的这一个价格之一，因为它意味着是一波强势的反弹，强势反弹它有很大的概率它是要创新高的。这个是不是我们一直给大家去讲的啊？好消息就是英伟达已经突破了0.618的这一个价格，那么接下来它有没有可能往上去涨呢？那如果说我还有这一个英伟达的话，该怎么样去操作？那回顾一下啊，因为当时呢我们在这一个位置让大家进场英伟达的时候，给过大家呢2个进场的一个条件啊，当时在这个上周五的这一个开盘之前给大家讲到的2个买点条件，要么呢你给我收到一个阳线突破这一根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高点，也就是最后这一根蓝烛的这个高点的一个位置你可以进场，要么呢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你给我进场，2个都没出现你就给我干嘛继续的观望，突破了我就能进场。然后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它呢直接一根阳线满足了我们2个进场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现在要离场的话呢也给大家呢2个离场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就是符合哪一个我都可以呢果断的去离场啊，在8月7号给大家去讲的啊，要么呢就是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我在这一个位置选择呢止盈离场，要么呢就是他给我收一个阴线把周三的这一个低点啊他给跌破，那么嘛我可以选择呢止盈离场，2个条件都没有出现的，那我们拿着看它的历史新高的这个价格。目前的话我会把这一个止盈的价格往上去调一下，仍旧呢是这2个条件，要么呢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把这一个止盈位多少呢 0.618 的这一个价格218块7毛7的位置给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跌破啊，收一个阴线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我们选择在这一个位置止盈离场，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那呢我就暂时再去拿一下下。那第2个呢离场的一个条件，目前是这一个黄烛的这个状态，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了，那我离场，2个条件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下，那我就继续的拿到9号 K 线再说，现在才结构6，距离结构9还有3个交易日的时间，没有出现的那我们就拿着。往上去看的话呢，先看0.809的这一个阻力，大概来讲227块6毛5，这里应该是会有一个小阻力，因为是它前期次高点的这个价格，这里能突破的话直接看它的这一个历史新高236.54的这一个价格，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有的学员啊，要么你以价格作为防守位，要么你就以黄烛的这一个信号作为我离场的标志，2个都没符合的，那给我拿住了啊，就说明它还得继续的往上去涨。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大家能看到啊，这一个纳指它可能会迎来这一种反转的这一种行情，很多的这一个学员的话呢，反而不知道在这个阶段该怎么样去操作的。那么对于美股呢，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想要跟大家去讲一个事情啊，
我们尤其是我们弟子帮的这个学员，我们会在呢17号的这一周啊，会给大家呢去开启一个叫1个月陪跑的这一个计划。叫财富狙击团，现在呢正在招募我们的这一个狙击手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会在8月17号到9月的16号的这1个月的这一个时间，开启呢这一个30天的这一个陪伴。在这30天里面的话呢，除了讲我们股票之外，还会给大家呢详细的，尤其是一些新的这一个学员没有做过的这一个学员会给大家呢系统的去讲一下股票跟期权如何从小白到进阶，到我可以呢实际的去交易，到稳定的去盈利。这个的话呢是会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财富狙击团当中会给大家呢去呈现的这个内容。因为我们的这个狙击手需要武器，也就是说需要这一个软件，所以目前呢我们首批呢会去招募的话呢是我们的弟子帮的这一个学员。所以如果说呢你想要呢就是更加系统的去学习，用1个月的时间呢让自己呢打好这个基础，不管是股票还是期权的，那么呢这一个弟子帮的学员自己呢去找助理呢去报一下名，弟子帮学员都是免费去报名的，好吧？那如果说我不是弟子帮的这个学员的话呢，那目前的话可能还参加不了，后边我看一下呢要不要给大家呢推出一些就是非弟子帮学员的这一个参加的这一个名额，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留言，好吧？那接下来的话呢再给大家去讲的这一个股票的话呢就是 AMD， 真的就是我感觉 AMD 包括美光跟闪迪真的就是你说它最近吧要涨好像也涨不起来，跌吧也跌不下去就在这里进行一个横盘震荡，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能看到的一个点就是 AMD 目前仍旧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的，所以这里呢要注意一下，它在这里继续震荡的话呢，上去又有阻力，下来呢又有支撑。本身它在周四的时候出现了这一个阳包阴形态的时候，我还觉得它在这里行情是不是要起了，然后周五的话立马收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这一个阴线出来。那假设说我有这一个 AMD 的这一个学员设置好防守位防守位的话你可以定到这一个阳包阴的这一个阳线的这个低点的位置，大概469.5块，也就是说它后边真的在收一个阴线跌破的情况下，要不呢我们就先离场先，因为现在有很多呢这一个好股票在等着我们，它如果继续震荡的话，做多也赚不了钱，做空也赚不了钱，就很费劲所以如果说真的跌破它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止损出局，我们可以选一些其他的这个股票。那相反它没有跌破的话呢，你就暂时呢再去拿一下下，然后上边上去的时候呢，主力在哪里？主力在这一个缺口上沿的位置，大概来讲502块2毛钱。 AMD 它只有呢收一个阳线，确切的把它给突破了，那么的话它才有可能会转为这一个多方带，这个缺口的位置它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它是很难呢会在这一个位置形成一个反转的。所以有的学员注意一下，没有的话呢，我会更建议大家等它走出明确的这一种信号之后再去进场，我觉得性价比会更加的高。除了 AMD 之外，其实美光它也是如此你说它在这一个位置呢，真的就是有大跌吗？倒也没有，而且它还形成了一个非常 V 型的类似于这一个 W 底的这一个形态，而且底部呢它是在抬高的。但难的点就是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确实来讲没有这一种做多的资金批量的进去，在这里走的是一个震荡的格局，也是一样。下来的话呢，它有这一个缺口下沿的这一个支撑836块6毛2，上去的话呢，它有乌云盖顶当中阴线的这一个高点的一个阻力930块8毛8上去也涨不了，下来呢它也跌不下去。所以如果你说有的学员你就设置好防守位，跌破的话我们就离场了，没有跌破的你暂时再去拿一下下，然后的话呢往上去看的话，这里它会有阻力，它呢也必须要去突破这一个价格，它才有可能会迎来反转的这种行情，不然的话呢短期拿着你是赚不了钱这个我感觉就是多空你都赚不了钱，在现在这种行情之下，就是去关注的话呢，意义就不是特别的大了所以如果说你没有的这一个学员，我会建议大家2种买点，要么呢就它在这一个位置转为多方带，然后你去买，要么突破这一个阴线的高点，它有可能会打开上涨空间的时候去买，两个都没有出现的，我们就观望看一下更多呢其他的这一个股票，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美光，接下来看一下闪迪。闪迪的话先看一下周线周线已经连续3周出现了机构低吸的信号，但是到本周为止都没有确认，
没有确认的话，那就继续的观望着。能确认了，那么它才具备呢真正的这一个机会。只有周线有机会，日线它才会有大波段行情。周线没有机会的情况下，日线哪怕有行情，它也只是一个3到5天的反弹行情而已。所以有在关注闪迪的啊，目前周线上还没有确认，我们就继续的等等。那你回到呢这一个日线上去看，你也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去有阻力，下来它也有这一个支撑啊。你比如说它在周五最低价，它就是跌到了这一个砸盘阴线当中阴线低点的位置，但是你说要去做它吧，也比较的难啊。所以它跟美光一样啊，而且它在这一个周三跟周二的时候还形成了一个比较就是难看的这一个形态，孤岛反转啊，它还形成了这一个孤岛反转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对于这一个闪迪的话，下去的时候，这一根砸盘阴线的低点1187.26的这一个位置，它确实来讲，它会有支撑在这里啊，跌下来有这一个支撑，上去的话呢，它在这一根阴线高点的位置，它也会有这一个阻力在。所以你心里边就有预期吧，反正就上去它会有这一个阻力。第二个的话，它在周四出现的这一个缺口，好，到现在还没有补啊，我很害怕它在这里3天都不补，然后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孤岛反转的形态的，那么走势它就不好了，那它就干嘛？它很可能又开一波呢，比这个更低的这一个底部在等着大家。所以如果说有关注这一个闪迪的啊，缺口上沿1345的位置，看一下下周的周一周二能不能收阳线给它补了，那孤岛反转的这一个形态它就失效了，那么它还可能会继续震荡，3天之内都没有补的，开启这一个孤岛反转的，那大概率来讲它很有可能会去探一下前期的这个底部，那我要注意风险，好吧？这个是讲到的闪迪。那接着再给大家去看的话呢，就是 AKLB 已经讲了1周的时间了啊，现在1周涨了 27.53%。我在上周我就给你们讲过啊，当时上周它在这里是一根8号 K 线，我就给你们讲十字星变盘，然后周五大涨之后呢，周线上这一波下跌结构直接消失就不见了，说明空方呢开始转弱，转为多方强了，所以下跌结构它才会消失。那不管怎么样，是不是我已经在这一个上周就已经提醒过大家，周线是一个呢十字星要变盘，十字星出来要变盘，而且它还是一个连续这么多周的这一个机构低吸，上一次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机构低吸涨了这么大一波，这个位置机构低吸涨了这么大一波，你看一下，现在你说它能不能也涨这么大一波，我不确定。但能确定的一个点就是，一旦周线有机会，最少它都会有2周以上的一个机会。所以 AKLB 但凡有跟上去的这一个学员，我不说27%吧，但你20%你肯定是拿到手的。那有 AKLB 的这一个学员，注意一下啊，现在是一个上涨结构1，属于结构刚刚开始的位置，但是它因为已经跌破了这一个空方带，所以下周的话呢，它必须呢在周线上给收回到飘带之上，然后收回飘带之上的时候有一个阻力位啊，在0.382的这一个价格，也是在飘带差不多的这一个位置，大概来讲93.6毛5，它得收到这个价格之上，那么 AKLB 的话呢，它才有可能会迎来这样的一波行情。这个价格如果没能突破的情况下，那么它也只是一波就2周左右的行情，它就要结束了。所以有 AKLB 的啊，周线上先关注93.6毛5的一个价格。那日线上的话呢，可以关注的一个点，因为日线上为什么？那日线上可以关注的一个点，已经要转为多方带了啊！为什么会在上周就可以开始给大家讲 AKLB？ 因为它在这一个日线上出现了我们讲到的建仓买点的一个形态。什么叫建仓买点？价格便宜加下方的龙头引力的聪明钱抄底，这个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一个建仓买点的一个形态，所以才一直给大家去跟踪，然后涨了这一波也涨了20-30%了啊！现在要注意的一个点，黄竹的这种状态没有确认，没确认怎么办？没确认我就拿着啊，确认了那我就离场。它一直在这一个位置黄竹的，那我就一路的拿着，拿到什么时候？拿到9号 K 线之后再说。那它如果说先前于呢这一个9号 K 线出现黄竹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那我们就先止盈离场，
没有出现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拿着。然后价格上的话呢，往上有一个关键的阻力位在缺口这里，大概来讲90块7毛4到92块3左右。它估计来讲是会吸引的这一个股价去回补的，因为给大家讲过啊，就是历史缺口它对股价会有吸引的作用，它会吸引着它去回补，补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阳线补还是阴线补，阳线补这一个历史缺口，那么它就是好事，阴线补历史缺口的它就不大好，很有可能补完之后呢，它就得开始往下调了，所以有的学员关注一下如何补缺口。好吧，这个是讲到的 RKLB，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Circle 的话呢，纯粹是因为周线上啊下跌结构久，而且蓝烛消失收阳线了啊。好消息就是本周的话呢，收了一个阳线，突破了9号 K 线的一个高点，形成了一个底部9的一个结构，但毕竟呢还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的啊，所以 Circle 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大概来讲58块6毛6，收到阴线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你心里边有预期啊，就是这一个底部确认失败了，那我就得干嘛？止损出局。没有收到一个阴线跌破呢这一个9号 K 线低点的，那么意味着呢这一个Circle周线级别的一个机会已经要有了啊，能不能形成像前面这一个散户割肉这样的一波机会，我不确定性，但是至少我们能知道的一个点，一旦呢周线具备的机会，最少来讲它都会有2周以上，那我们做一波2周的行情也是蛮不错的，所以有的学员设置好这一个止损价，跌破了那该止损止损，没有破的情况下，那意味着周线级别它要迎来机会了，但是周线看机会，真正的买卖点落到什么时候？落到日线上。日线上现在能看到的一个点啊，机构在这一个位置躺平了差不多呢有2-3个月的这一个时间啊。最近我是已经很明确给大家讲过的一个观点，就是它是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啊，它走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箱体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然后想买的这一个学员看一下，它现在的话呢，飘带已经在急剧的收窄了。能不能转为多方带，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呢，这一条龙头线，也就龙头引力这一条绿色的线啊，它能不能向上去拐头？能向上去拐头，代表资金做多的意愿开始要起来了。然后再结合它在这里转为多方带的话呢，那基本上我就可以考虑呢在这里进场了。毕竟现在上涨结构刚刚开始的这一个位置，那如果说我已经进场了的话怎么办？已经进场了的啊，看一下它的这一个上涨结构，一路保持上涨结构的，那你就给我一路的拿着，上涨结构消失不见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先出局，好不好？这个是讲到的 Circle，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谷歌。谷歌前面做了一波，然后起来之后呢，现在又如期的往下去调了啊。现在能看到的一个点，谷歌呢出现了一个呢连阴梯量的这一个形态。什么叫连阴梯量呢？它的成交量呈现了非常规律性的这种连续的放量或者连续缩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最少3根阴线以上。没有学过的话呢，你可以在铁粉视频当中去看，都有给大家去详细的讲过啊，它叫机构异动量，可以看一下啊。连阴梯量出现完之后呢，什么时候可以买呢？给大家讲过，它的最后这一根阴线的这一个高点的这一个位置，能不能进行一个阳线突破？能收一个阳线突破阴线的高点357块5毛5的，那么就意味着这一个位置连阴梯量确认，那我就可以考虑呢在这里进场。没有收到一个阳线突破它的这个高点的，那就意味着它这一波的调整它还没有调整结束，那我就继续的等。那么没有调整结束，往下去看的话呢，哪些位置有支撑？支撑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基本上呢会在这一个 0.5 的这个位置，也是飘带1/2的一个价格，大概来讲348块3毛5左右。打到了这里之后，看一下能不能收到6种止跌的形态，可以出现的，那我可以选择在这里进场。没能出现的情况下，那说明呢它还没有止跌，那我就再等等。OK， 这个呢是讲到的谷歌，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英特尔目前的话呢已经越过了这一个空方带啊。
收到的话呢，仍旧是一个黄烛的状态，已经有连续3天处于黄烛状态当中，一直没有确认，那我就继续的拿着啊，它就说明它没有涨完，那我就拿着。什么时候在这一个位置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了，那我就离场，看一下呢，它能不能再来几根阳线之后再确认。如果能出现这种情况的，那么它的飘带就会转为多方带。转为多方带，那才意味着它的机会呢，它就已经来了。所以对于英特尔，它跟这一个纳指的这一个策略是一样的。短期考虑的是什么时候止盈离场，长期考虑的应该是它回来之后，如果能止跌的情况下，要考虑加仓或者低吸的一个问题。所以短期跟长期的策略它是不一样的啊。那第二个的话呢，一些关键的这一个价格的话呢，目前来讲，它还没有突破 0.382 啊，104块9毛8的位置，到目前为止它都还没有突破。最好呢，它是先突破完之后再去回踩确认啊，能突破它的，那么意味着呢，它的这一轮不是特别弱势的反弹，因为一般来讲，弱势反弹的话呢，它很有可能会再去唱一下这一个底部的。所以英特尔最好它可以先突破一下104块9毛8之后再去回踩，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呢，你看一下它的周线，周线在前2周就一直给大家去讲啊，它已经出现了机构低吸的信号，然后本周的话呢，如期的机构低吸转为了做多，而且还是一个阳包阴的形态，属于比较强的这个走势了啊。那么基本上跟费城半导体的周线策略一样，除非它给我收一个阴线，把这一个大阳线1/2的位置94块6毛4收一个阴线给跌破的情况下，那我在这里止损出局，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的，那意味着英特尔周线上它行情要起来了，那我就干嘛？我就拿着我的这一个股票，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跌破我就止损，没有跌破的情况下，那我就拿住，说明了它最少会迎来一波2-3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其实正常的情况下啊，在周线上回踩飘带的，你看一下上一次出现是这么大一波，这一个位置起码人家还涨了差不多1个半月的时间，还是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的。所以设置好防守位，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英特尔，接下来给大家去讲一下甲骨文。等了这么久，终于呢迎来了转为多方带了啊！就前面确实来讲一路跌下来也确实难受啊，但是现在呢好在已经转为了多方带了啊。那策略跟纳指一样，也是短期考虑什么时候呢止盈离场的一个问题啊。它继续的黄烛你就继续的拿着，黄烛消失跟它前期的这个高点一样，收阴线跌破的，那我们就赶紧走了哈，以防它干嘛又迎来一波这么大的一种下跌。所以有的这一个学员啊，关注好这一个黄烛的一个信号，然后没有进行一个超买确认的，那我就等9号 K 线再说，因为现在是一个7号 K 线，距离结构9的话呢，也就剩下2个交易日的时间，也是刚好在周二。没有进行一个跌破的情况下，那我拿着看多少钱。价格上的话呢，看它 0.382， 大概来讲166块5毛1，看一下能不能去触及一下这里，能触及这里的，那么就是一个好事；没能触及到这里的，回踩多方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有没有呢出现止跌的这一个迹象。所以有这一个甲骨文的这一个学员，要么呢就是它形成一个高位9，那我们止盈离场，要么就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离场，两个都没有出现，你就暂时再去拿一下。没有系统的学员，那你就设置好防守位，防守位呢你可以定到 0.191 的价格，大概来讲140块6毛3左右，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先止盈。没有收到实打实阴线给它跌破的，那很有可能呢它会迎来一波波段性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好吧，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这一个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问题的学员，记得给 Josi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